这是一款法国人做的功夫游戏，它将咱们的中华武术与传统武德近乎完美的融入到了游戏之中。功夫片式的场面、写实的武术风格、拳拳到肉的打击感，加上令人眼前一亮的美术风格，让全球玩家都体会到了中华文化的精髓。然而，想要以德服人，就需要经受千锤百炼，而这款游戏的难度同样也是如此。为了复仇，许多玩家不到30岁就走出了第一关的贫民窟，但到了70岁，都还在第2关的夜店载歌载舞。末期少年穷，末期中年穷，末期老年穷，死者为大。那么借这个机会，黄渤就来给大家回顾这款最好的中国功夫游戏佳作《师傅》。在本作的故事中，有5个被称为护身符的神物，并被一个名为守护者的组织所掌管。由于护身符分别对应了5行中的金木水火土，其力量实在过于强大，一旦被邪恶之人得到，那么整个世界都将遭受侵害。于是为了守护神物，守护者们便开宗立派训练门下弟子，准备将守护神物的重任世世代代传承下去。随着他们广纳天下门徒，守护者逐渐形成了5个门派，护身符也有5大门派分别保管。然而某天深夜，掌管土护符的白眉拳馆却迎来了一位不速之客，来人正是白眉派的最强弟子杨。他曾被馆长逐出过师门，但不知为何，杨这一次回到白眉拳馆，竟是为了夺取师傅所守护的土护符。在杨这位大师兄面前，一众白眉派弟子就像是班门弄斧，没有一人是他的对手。不仅如此，杨带了4名同伴，还是团伙作案，仅仅只是片刻的功夫，杨就把师门给扬了。一行人就这样大摇大摆来到了馆长面前。如今杨再次面对昔日的恩师，墙上的武学之道竟显得是那么的讽刺。师徒2人没有过多寒暄，立即开始了交锋。师傅毕竟还是师傅，刚刚才与2位高手交锋过，就算再次面对门下最强弟子，他也显得游刃有余。可毕竟杨年轻力壮，出拳又快又狠，师傅很快就因体力不支露出了破绽。杨没有丝毫心慈手软，直接一拳20年的功夫打在师傅的胸膛，完成了欺师灭祖的成就。就在杨拿到土护符的那一刻，他也察觉到了躲在柜子里的小师弟。小师弟正是师傅年仅12岁的儿子。当年杨还在师门的时候，也教授了小师弟不少东西，可以说师兄弟2人感情颇深，称之为师徒都不为过。但看着小师弟眼里透出的愤怒，杨深知此子断不可留，毕竟念在同门一场，他便使了个眼色，让手下前去结果了这位少年的性命。待杨与同伴走后，倒在血泊之中的少年竟再次醒了过来，并且手里多出了一串散发着微光的铜钱吊坠，看来正是铜钱救回了少年的性命。当少年看向倒地不起的父亲那一刻，他眼里的悲伤也逐渐被无尽的仇恨与愤怒所取代。从此以后，少年便带着仇恨整日刻苦训练，甚至凭借脑海中的记忆，将那晚行凶的5人当作假想敌，去钻研比他们更快更狠的招式。历经8年，少年终于练就了一身纵横天下的武艺。当然，这8年里，他除了练武，也没忘了追查杀父仇人的线索。原来5位守护者之一的景凤联合杨背叛了其余4位守护者，甚至组建了一个名为黎明会的组织。因为在他们看来，护身符本就是用来造福一方百姓的神物，如此强大的力量不用实在可惜，所以他们悉数摧毁了武馆，将保管护身符的其余4位大师全部杀害，并将夺来的护身符各自分配为己所用。如今少年神功大成，第一个复仇的目标便是当年割断自己喉咙的药师法甲。在法甲分到木护符之后，他便做起了黑帮的药师，整日在贫民窟的一座废弃工厂里深居简出。少年在黑帮分子的贫民窟可以说是横行无忌，根本不带怕死的，因为当年救他命的那双铜钱拥有着能够让人起死复生的能力。虽说强大，但同样也是有代价的，那就是少年每复活一次，年龄就会增长1岁，只要死的足够多，早晚都会找到敌人的破绽。然而奇怪的是，这里的黑帮成员们似乎非常嫌弃法甲，认为他是个哑巴怪胎。少年则不管那么多，面对眼前不讲武德的黑帮分子，他果断选择以德服人，给予了对方婴儿般的睡眠。随着少年来到废弃工厂，他这才发现，原来这群黑帮分子不仅贩卖极端面粉，甚至还形成了自己的产业链。既然是极端分子，少年也不再留手，仅靠10多年的寿命，并赶在周年之前就来到了法甲的面前。原来法甲仅靠着木护符之力，让黑帮种植的极端小麦快速生长，使其通过大量的极端面粉赚取了巨额的财富。见有外人胆敢闯入，法甲毫不犹豫冲了上来，当即施展起了迅捷凌厉的腿功。既然对方不讲武德，那么少年也不再大意，先是一招戳眼，让法甲无法锁定，紧接着就是当下无限连。要是法甲胆敢反抗，就再接一记戳眼，高达10级的疼痛，让法甲当场急眼。他再次运用木护符之力，使周围的植物快速生长，很快便形成了一片茂密的竹林，妄图利用竹林来迷惑少年。但少年却丝毫不惧，只要法甲胆敢靠近，那就是又瞎又疼。这种疼痛感是任何一个男人都无法承受的，法甲同样如此。少年很快便抓住了法甲即将休克的破绽，将砍刀架在了他的脖子上。8年的苦修，如今终于有了成果。就在法甲将要人头落地的时候，少年想起了父亲的教诲，只有武艺高超、武德充沛之人，才能令对手知难而退。虽然少年现在还不太懂什么是武德，但少年还是放过了法甲。法甲当年不仅杀害了少年，甚至靠着木护符之力种植的极端小麦，让他赚了很多钱。不过这些年，法
法甲也因为面粉身心遭受重创，只能长期在杨的静心堂接受治疗。看来这个穷凶极恶的歹徒也不过是个可怜之人罢了。少年不杀法甲，是因为他知道，如果仇恨蒙蔽双眼，只知道杀戮，那么他自己也会与法甲一般无二。他只是想让法甲明白，幕护符之力能够种植面粉害人，但同样也能种植药草救人。当年你毫不留情的杀我，那么我也可以在多年以后饶恕你。这便是武德之中的仁。留下杀意尽失的法甲，少年前往了当地臭名昭著的夜店，开始寻找第二个仇人肖恩。肖恩也与少年一样，其父亲是掌握火护符的大师，因此二人自幼便认识。少年一边震惊于肖恩当年竟然也参与了夺取护符，一边在门卫欢迎光临的迎接下进入了夜店之中。此时夜店正在举行一个名为燃烧的格斗赛事，只要能够在比赛中脱颖而出，完成肖恩的试炼，那么就可以成为他的门下弟子。少年的闯入自然也引起了大量小混混的注意。经过了之前的战斗，夜店里的小混混很快就被武艺高强的少年打到废的废，吓的吓，从此便可在家安享晚年，避免了惨死街头的悲剧，也算是做了个善事。接下来便是肖恩的试炼，这点难度可以说是无伤大雅。少年不费吹灰之力便挑战成功。此时少年也到了快领取养老保险的年纪。当少年再次见到肖恩时，他正在为门下弟子落下烙印。原来当年正是肖恩勾结黎明会，将自己的父亲杀害，并夺取火符，在夜店之中开启了自己的武馆，甚至还在墙面写上了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，天上地下唯我独尊这样的丧良气话，试图以此来掩盖自己杀掉父亲的理由。当肖恩注意到少年时，他早已不认识眼前的童年旧识，但却认得少年身上白眉武馆的衣服。在肖恩看来，白眉武馆不过是弱者的象征，于是不由分说上来就是一个铁山靠。随着双方站在一起，肖恩发现眼前这个弱老头竟然能与自己打得有来有回，甚至隐隐压过自己一头。肖恩索性扔掉了手里的烟锅巴，他要看看有多大个烟锅巴出不息。在火符的能力下，整座武馆燃烧起了熊熊火焰，就连他的攻击都附了魔。少年的年纪也已来到了69岁，他深知不能再隐藏自己那充沛的武德了。你这猴子，真令我欢喜！此时布装的少年拳速已非常人所能看透。众所周知，只要你速度够快，就能引起时光倒流。放飞自我的少年，拳头可谓是越打越快，越打越年轻。肖恩很快露出了破绽，少年夺过烧火棍，只是一棍将肖恩打倒在地。与法甲一样，少年同样没有杀死肖恩。肖恩为了所谓的强者为尊，不惜杀掉了自己的父亲，但却忘了最基本的武学之道：尊武、尊义、尊仁义、尊祖、尊师、尊武德。他要教会肖恩的就是武德之中的尊。让肖恩明白什么是尊师重道后，少年来到了当地新建的一所美术馆。他的下一个目标便是黑木。黑木同样也是8年前杀死父亲的凶手之一。这个女人曾是日本某黑帮的千金，同时她还有一位孪生姐妹。姐妹二人是最亲密的朋友，最亲密的敌人。在他们需要对方时，又是彼此的依靠。但帮派必须要有人继承，所以姐妹二人的父亲便想通过比试来决定继承权。最终的结果就是导致黑木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孪生姐妹，失去姐妹的悲痛也转化成了对父亲的怨恨。于是黑木干脆直接杀掉了自己的父亲，并从日本逃亡到了中国。在夺取护符事件过后，黑木也分得了水护符，建造了这所美术馆。这里的每一件艺术品都有着别出心裁的超现代风格。黑木将自己的愤怒、痛苦和失落都转化成了美术馆内一件又一件的艺术品。一路上的磨练和对武德的参悟，让少年的境界达到了新的高度。仅凭一把砍刀就制服了馆内大量的员工，只是让他们受了一些皮外伤而已。少年就这样顺利的来到了黑木的藏身处。见少年到来，黑木也感受到了眼前之人是来复仇的，但他却并不想与少年战斗，因为复仇并不能让内心得到平静。可少年却没有放弃的念头，黑木只能起身与少年站在了一起，意图将对方赶走。黑木所使的是一把类似三节棍，但尖端却带有刀刃的武器，招式可谓是诡谲多变，攻防兼备。不过这样的攻击在少年的眼里也只是歹徒吸粪泉罢了。黑木见少年戏耍自己，于是当即使用了水护符的能力，并且身上的服饰和发色也变成了截然相反的颜色。原来黑木始终无法忘却失去家人的痛苦，对姐妹的思念让他分裂出了双重人格。此时黑木的人格已然变成了白木，凌厉的杀意也随着周围的雨水逐渐显现。可黑木面对少年，终归还是实力差距过大，换谁来都没用，他只能被迫倒在了少年的身上。生死已在少年的一念之间，或许死去也好，这样他也能够彻底摆脱姐妹白木。令黑木意外的是，少年只是将拳头抵在了他的胸口。虽然黑木分得水护符，但他却并没有利用这股力量去做坏事，他也只是想摆脱姐妹白木的人格。河水能够洗掉身上的污垢，但却洗不清内心的罪孽。少年不杀黑木，也是想让他明白，一味的去寻求外力摆脱心魔，只会让自己失去理智，越陷越深。唯有去直面曾犯下的过错，才能彻底摆脱缠绕自己的心魔，而这便是武德之中的智。接下来第4个仇人便是当年联合杨创建黎明会，背叛了其余4位守护者的景凤。景凤曾经也是保管姬护符的5位大师之一，他总是第一个站出来保护弱者，是一位具有强烈正义感的大师。创建黎明会背叛其余4位大师，也是因理念不合。他认为护身符本就是用来造福百姓的神物，如果能够拥有这股力量，他就可以用来做更多的事。如今的景凤依靠着姬护符点石成金的能力，不仅成立了一家规模庞大的公司，还出钱给黑木建造美术馆，给杨开了一家疗养院。尽管先是满足了自己的私欲，但他也还是在
来出钱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。在景凤的公司里，少年一路开除了大量的员工，为弱者提供了新的就业岗位。少年本想乘坐电梯前往顶层，可却在误打误撞之下，因电梯坠落，发现了大厦的下方竟有着一座巨大的坑洞，而景凤正好就在坑洞的深处。景凤知道少年是来复仇的，但他却对自己背叛的行为没有丝毫愧疚。他认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帮助大众，但事实真的如此吗？景凤善使一对金色流星锤，尽管右臂残缺，但他对武学的造诣早已让自己和流星锤融为了一体。一旦拉开距离，迎接少年的就是一记重锤，想要近身更是难上加难。好不容易逼近景凤身前，他又能迅速将少年踢开。意外的是，在战斗的过程中，景凤的流星锤砸在了地面，导致二人站立的地面迅速向下坠落。原来这些年，景凤一直都在使用点石成金的能力，将公司地下的土地点出了一个深不见底的深渊。可见一味的滥用金护符只会让金价暴跌，最终导致整个社会失去秩序。为了阻止景凤，少年索性不管不顾的贴近他的身前，终于找到了对方的破绽，用流星锤的绳子勒住了他的脖子。少年同样没有杀死景凤，要知道无尽的财富并不能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，反而会生出更多的罪孽与贪婪。去看看黄梅的下场就知道了。景凤帮助弱小之人的初心是好的，只是方式不对，但他却为了心中那不切实际的理念，竟不惜背弃了身为守护者的职责，可谓是大错特错。少年想让景凤明白的正是武德之中的义。接下来便是最后一位，亲手杀死少年父亲的杨。自从杨得到土护符之后，他便在景凤的资助下开设了一所静心堂，专门用土护符的力量去治疗那些绝症病人。原来当年杨的妻女曾患上了不治之症，为了挽救妻女的性命，杨便将主意打到了能够让人起死回生的土护符之上。但杨的计划还是被师傅发现，守护者本应守护护符，但杨却坚守自盗，于是师傅将他逐出了师门。杨的妻女也在之后因病去世，这才导致杨将妻女死去的原因怪罪到了师傅的身上。夺取土护符之后，他利用这股力量开设了静心堂，虽说救治了不少绝症患者，但静心堂内却总有人离奇失踪。要知道，少年依靠着铜钱也能够起死回生，这不禁让人联想到杨的土护符。可使用这种力量也是需要代价的。少年每复活一次，年龄都会增加1岁，直到耗尽自身的寿命。结合离奇失踪的病人，杨有可能是使用土护符消耗病人自身的寿命来治愈他们，代价就是会导致病人老死。也有可能杨用了小部分人的寿命来救治大部分的病人，才导致了总有人离奇失踪。而少年的铜钱也与杨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。果不其然，当少年再次见到杨时，他早已知道眼前的少年就是自己的小师弟。原来杨当年并不想赶尽杀绝，正是他为小师弟留下了那串能够起死回生的铜钱。因为在杨之前的4人根本不知道少年的身份以及铜钱的秘密，只有杨对铜钱的作用了如指掌。而杨这样做的目的就是想让小师弟带着仇恨来找自己，因为少年一路走来都是靠着铜钱的力量，既然有了力量，少年就会跟杨一样，妄图利用这股力量来救深爱之人，亦或是完成复仇。只要小师弟一路杀掉仇人，那么就能证明杨与景凤的理念是对的。但少年这一次前来的目的就是为了证明杨是错的。师兄弟2人当即大打出手，杨使的同样是白眉拳，毕竟都是出自同一师门，互相都破不了对方的招。2人从屋内打到屋外，一切仿佛都回到了父亲遇害的那一晚。面对这种局面，少年就暂时不能跟师兄讲武德，于是他当即大喝一声开，一瞬间拳头如同枪林弹雨一般打在了杨的身上。杨也明白，只有夺走铜钱才能战胜拥有复活能力的少年。可杨好不容易找到机会夺走铜钱，少年却又开始跟他讲起了武德，没有选择抓杨的破绽，而是直接闭上了双眼，结结实实挨上了杨足以致命的一拳。少年的举动让杨的心中翻起了惊涛骇浪，他觉得只要夺走对方身上的铜钱，少年就会因惧怕死亡，从而败于自己之手。但下一刻，少年非但没有畏惧，反而是不在乎生死，选择与自己堂堂正正再战一场。杨因为无法接受妻女死去的事实，从而违背了守护护符的承诺。然而面对现实，需要诚于自己的心。所谓复活，不过是不肯接受现实罢了，并且也没有人可以随意决定他人的生死。少年想让杨明白的正是武德之中的诚。这一次，少年同样饶恕了杨，因为他始终记得父亲的教导：不战而屈人之兵。这即是武德。如果少年一一除掉对手，那么他就无法遵守对父亲的承诺。但想要饶恕对手，就需要拿出足以碾压对手的实力。武德，武在前，德在后。这代表着要先有绝对的力量，才能有资格与敌人讲德。手中有剑和有剑不用是两码事。强者的饶恕也并不是放任，而是警告，告诉那些被饶恕者，如若再犯，自会有人质疑。少年最终战胜了杨，但也因那致命的一拳倒在了地上。他终于悟出了什么是武德，也完成了自己的复仇。故事的最后，杨没有杀死少年，而是像8年前一样，将铜钱放到了少年的手中。当少年再次醒来，他已然站在了境界之巅，会当凌绝顶，一览众山小。习武以德，为人以信。功夫不是为了单纯的杀戮，而是为了成为更好的自己。或许这就是师傅真正想要表达的含义吧。我是修边黄魔，咱们下期再见。